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言论风波发酵，发声明警告网友翻车，失言为何不能好好道歉？长月烬明的热播使得女主角白鹿的人气不断攀升，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有争议的言论，导致了名誉权方面的风波。白鹿的雇主对涉及侮辱性和虚假信息的不实言论做出了坚决回应，声称这些言论严重侵犯了白鹿女士的名誉权，因此该公司采取了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。一份由律师起草的声明详细说明了这一情况，指出已经对一些微博用户采取了追责措施，并发出警告，要求相关用户立即删除与白鹿女士有关的内容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公司的声明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，招致了更多负面评论，白鹿反而承受了更多指责。那么，这些用户们到底在他们的言论中提到了什么内容，以至于侵犯了白鹿的名誉权，而导致公司起诉或警告他们呢？一位自称为我是天下第一普男的博主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白鹿的言论。该博主谴责白鹿过度使用我是男生这一形象标签，敦促他不要将娘字污名化，也不要将男生作为卖点，以免在言辞中给女性带来负面刻板印象，更不应以此方式塑造自己独特的形象。博主还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言论，运用了当前网络流行的娱乐圈普男普女话题作为借鉴。他指出白鹿不应该被归类为普女，因为她实际上是一个男性。许多网友对这些言论表示了不满和反对，质疑是否只有白鹿本人才能自称为男性，其他人就不能提及吗？网友们还揭露了白鹿在多个公开场合的言论，并进行了调查。例如，在他的微博中，经常以男的来称呼自己，在奔跑吧节目中明确表明自己是男嘉宾，甚至在拍摄《警察荣耀》时，当剧组提到男主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回应道：“我也是男主。”而在某次作品发布会上，他形容自己与所饰演角色的性格时，甚至表示：“我本人就像霍玄一样，像男人一样。”然而，与这种情况形成对比的是，在另一个采访中，他对另一个角色进行了超级娘的评价。在热门剧《长月烬明》的拍摄花絮中，他对自己的造型也表示感到过于娘气。在某次参与访谈节目时，他被问及女孩子是否拥有男孩子的性格是好事，他回答道：“我认为这样挺不错的，因为这样更容易与他人相处。”然而，白鹿公司的声明却出人意料地使他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。许多网友批评他似乎在自己的言辞中贬低女性，并强调只有他自己可以使用娘这个词，而禁止他人这样做。有人指责他传递了对女性的厌恶思想，但他一被指责，却将责任转嫁给了其他人。有人戏称，这场风波可以归咎于白鹿自己，因为本来这些争议言论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，但在这次风波中却将自身的负面信息传播出去了。女明星在娱乐圈中关于娘这个话题的言论引发争议，并非首次发生。陈钰琪曾因在拍摄花絮中称粉色很娘而受到批评，但随后她选择了道歉，并表示这是她刻板印象的表达方式，承诺以后会更加审慎谨言。白鹿似乎与陈钰琪有所不同，她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没有对这一争议做出回应。网友们将她与陈钰琪做比较，认为她应该勇敢面对并积极回应，而不是逃避问题，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。目前，对于白鹿的争议仍未平息，反而呈现逐渐激化的趋势。无论事件如何发展，我认为明星们在娱乐圈应当谨言慎行，避免发表引发争议的言论。相反，他们应该更多地通过提升自身的内涵和实力来表达自己，以作品作为媒介，
这才是确保个人形象正面的正确方式。据我看来，该事件提醒我们，在社交媒体时代，名人应更加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言行。网络上的言辞之力可能被放大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风波。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不仅仅是代表着自身，也象征着更多人，因此他们每一句话都可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解读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言论传播速度快，争议也会迅速升级。因此，明星们需要更加审慎地思考自己的言辞，不仅要关注自身形象，还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。他们的言论可能对粉丝、观众产生影响，甚至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。所以，明星们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，积极传递正能量，避免不必要的争议。同时，应该要求公众在处理这些言论时保持冷静和客观，不要过度解读或夸大其意义。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多元化的，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，但也需要尊重他人的权利。当遇到争议时，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进行讨论，而不要陷入情绪化的漩涡中。这次白鹿事件不仅是一个个体的事件，而且是一个引发人们思考的契机。名人的言论和行为能够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，还可以引导公众的价值观。在珍视言论自由的同时，我们应该聪明地运用这个权利，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影响社会，传递正面能量。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，我们才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理解和包容的社会。这次事件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思考，让我认识到言辞的力量以及社会责任的重要性。作为一个关注者，我们应该学会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，以拥有更加全面的视野来看待事件。作为文化传承者，我们应该倡导积极健康的价值观，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而作为一名写作者，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入研究，我深刻感受到了表达的艰辛和责任的重大。通过调整文章结构、句式以及句子顺序，我试图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传达我的观点，同时保持原文的核心意义，呈现出一篇全新的文章。这次的经验也使我意识到，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，更是一种思考和探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不断思索如何更加有效地传递信息，如何将观点更加清晰地呈现给读者，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角度揭示问题的本质。与原文对比之后，我努力追求创新，希望能够更好地传达思想和观点，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